大家好，我是老于。今天我要分享这支 ETF 在2025年被动收入投资圈里面可谓说是最火爆的一支 ETF，年化分红大约在22%左右，它就是 Harvest 的 HHIS。那么一听到分红这么高很多人的第一个反应就很激动，马上就入手了。那么我自己也是其中一员，在2025年目前为止在我投资组合里面，它的表现可谓说是相当亮眼。但是但凡能给你带来这么高回报的，背后往往有你必须要理解的一个机制，还有风险那么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HHIS 这支高分红 ETF，它到底还适不适合投资？那好，话不多说，我们马上进入第一部分。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HIS 的一个表现，它这次的对比对象是 QQC，QQC 是加拿大版的 QQQ，也就是追踪纳斯达克100指数的一支 ETF，它同样是不进行货币对冲的。那我们可以看到，从今年开始到目前为止，HHIS 的股价上涨了12.6%，而 QQC 在股价上面是上涨了17.62%。我们可以看到 HHIS 虽然是一只 Cover Call ETF，但是它的 Cover Call 策略并没有完全限制它的上涨空间，它还是在股价上面能够做到有一定程度的资本增值。它虽然没有 QQC 上涨的那么多，但是它也回到了它股价应该有的一个水平。那我们这时候再换到 total return，那 total return 是加上分红水平的。那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HHIS 的总回报是大幅超过 QQC 的。那 HHIS 的加上分红，在2025年到目前为止，HHIS 的总回报达到了30.88%，而 QQC 的总回报是达到了17.89%。那这个成绩可谓说是相当的亮眼。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 HHIS 的一些概况。HHIS 它是一只比较新的 ETF，它的发行时间是2025年的1月16号，到目前为止还不到一年，但是它的市值规模已经达到了10亿加币，这个成绩可谓是相当亮眼。那目前它的股价是13.93，每个月每一股能拿到0.25，也就是2毛5的一个分红。它是不进行货币对冲的。这里写它的管理费是零，当然我们知道这是不可能的，它实际上的管理费用是0.4%。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它的分红表现。那么我们可以看到，它的分红一直是比较稳定的。那这些高额的分红到底是怎么样产生的呢？那我们就不得不说它的结构了。那我们滑下来就能看到它的一个投资组合的一个结构。那 HHIS 它的组成是由15只子 ETF 所组成的。那每一只子 ETF 呢，它所对应的都是一个公司。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持仓有博通、NVIDIA、Palantir、Tesla、谷歌、Microsoft、AMD、苹果、Meta、Netflix、Amazon、Coinbase、Eli Lilly、MicroStrategy 还有 Costco。当然，这里它并不是直接持有这些股票，那每一只子 ETF 都是对应它旗下的高分红个股型 ETF。那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每一只子 ETF 它都会持有它对应的公司的一个股票，然后在这个股票上面加一层 cover call 策略，再加上1.25倍杠杆来增加分红，还有它的收益。HHIS 就是挑选这15只比较热门的个股型高分红 ETF 所组成的。那这样的结构有两个好处，第一个就是它有利于提高分红水平，因为 Cover Call ETF 里面它分红的一个水平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底层标的的波动性，而个股的波动性要远比指数要高，所以它可以更容易的提供高额分红。由15只个股型高分红 ETF 所组成的 HHIS，它所能提供的分红水平也远比指数型 Cover Call ETF 来得高。第二就是单个个股的高分红 ETF，它的成本是比较低。我们可以看一下 MSTE 这一只子基金，它是 MicroStrategy 的个股型高分红 ETF，它的管理费用也只有0.4%，而 HHIS 就是由
15只这种相同类型的个股型高分红 ETF 所组成，所以它的总体的管理费也是0.4%，这在一众的 Cover Call ETF 里面也算是比较低的一个水平。我们接着来分析 HHIS 的目前的一个持仓情况。那么现在的 HHIS 是由15只个股来组成的。15个个股呢，其实大部分都是纳斯达克100里面的高成分股，不包含在纳指的有 Coinbase 和 Eli Lilly。然后13只个股里面，大部分都是高成长股，还有大型科技股。唯一比较特殊是 Costco，那 Costco 它的定位是防御性的一个个股，还有不包含在纳指里面的 Coinbase、MicroStrategy 这两个个股是加密货币相关的。那有人就会问 HIS 里面这15个个股，如果按百分比来算的话，它到底占了纳斯达克100指数里面的多少个百分比呢？如果除去 Coinbase 和 Lilly 的话，我自己是算了一下，剩下的13个个股大约是占了纳斯达克100指数的58.88%。这意味着，如果买入 HHIS 的话，相当于买入了半个纳斯达克100指数。那既然 HHIS 它的表现这么的好，而且它的费用也相对低廉，那它到底有什么缺点呢？那第一，大家可能已经注意到了，HHIS 它的持股是很集中，只有15只个股，而且这15只个股也是在它的基础上加上 Cover Call 策略，再加上1.25倍的杠杆，这意味着其实它的波动性要远比纳斯达克100指数要高。比如在2025年4月份，美股进行修正，纳斯达克100指数 QQC 它是跌去了它的价值的20%，而 HHIS 达到了它的价格的30%，这意味着 HHIS 它的波动性要远比纳斯达克100指数高。那如果 HHIS 它的波动性还不足以吓倒你，那我接下来要说的一点，可能大家需要认真斟酌一下，那就是 HHIS 的一个选股逻辑。那么我们之前说过，HHIS 的话，它15只个股里面有13只个股，它都是纳斯达克100的成分股，而且13只个股里面，它所占纳斯达克100指数的百分比达到了58.88%，可以说 HHIS 就是一份浓缩版的纳斯达克100。但是在最近 Harvest 的一份公告里面，HIS 将会加入它旗下新的4只新型的个股型高分红 ETF，分别是 Circle、Reddit、Robinhood 还有 SoFi。那么这4只个股其实都不包含在纳斯达克100指数里面。那我们买指数，我们是图它的指数里面有一份优胜劣汰一个机制，但是 HHIS 它现在的策略的改变，它并没有明确的优胜劣汰一个机制，甚至随着4只新型的个股的加入，我认为它会进一步的偏离纳斯达克100指数，因为我觉得一个好的基金还是需要优胜劣汰的一个机制，因为分红虽然重要，但是分红的水平最终还是取决于它资产的一个资产价格，还有它的波动性。如果一个基金它并没有优胜劣汰的机制，它怎么去保证它底层的资产是一个合格的资产呢？那这个只是我个人的一个所思所想，也欢迎大家对此发表自己的评论。那最后我来说说我自己的观点呢。HHIS 的确是目前市面上一直颇为亮眼的一只高分红 ETF。那它通过单个 ETF 加上 Cover Call 策略，再加上1.25倍杠杆，构建了一个高分红机制。但是高分红并不是免费的午餐，它背后伴随着波动风险，优先高波动个股的选股逻辑风险。那你有可能每个月都看到不错的分红数字，但是本金价值有可能波动，那派息有可能被调整。那如果是我，我会把它当做是补充美股指数多样性的一个部分，控制占比在整体资金的10%到20%，流出其他核心资产作为稳健的投资。最后说一句，高收益不等于低风险，那高分红也不等于稳赚不赔。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能够帮到你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，还有打开小铃铛，也欢迎在评论区进行评论。我们下期再见。